跟菲律宾争这个黄岩岛控制权，中国是绝对不会让一步。这一次直接派轰6K 去，它的作战半径大约在2500公里左右，没有其他飞机做得到，只有它做得到。它底下带了6枚常见10型巡弋飞弹，就是告诉你，我今天带了10弹来。巡弋飞弹要打马尼拉的。其实，在20大以后，习主席的地位是更加的稳定，所以现在会派轰6去来宣示主权，我觉得意义是很重大。还有大家知道，黄岩岛上面是不能驻军的，为了一块沙洲，解放军都不能够退缩，你就晓得中国的意志有多么坚强。习主席的意志有多么坚强了。好，观众朋友，今天要特别来关心在南海这边是否擦枪走火进入倒数时刻，尤其要关注到是大陆的轰6K，这个时候挂弹飞越了美菲的演习区，在张幼霞落马之后，大家在关心现在整体在中南海这边的这些命令到底是谁下令的呢？还是前线的将领自作主张？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来看到，大陆的轰6K这回挂弹是硬闯到美菲的演习区，是不是中国大陆现在对南海摊牌做最后的警告？现在有解读说，距离这个第一枪只差谁先忍不住了吗？另外一方面，今天也会关心到的是，一边中国大陆在这个黄岩岛这边用轰炸机画出了红线，态度强硬，但是另外一边这个态度上比较缓和的是在跟东协国家谈南海行为准则。大陆现在是在降温南海，还是用谈判来掩护接下来它的军事上面的动作呢？最后我们也会来关心，在张幼霞正式落马之后，解放军这一次可以说是首度高调对外亮剑，这是习近平亲自下令来稳军心，还是前线将领要表达忠诚？所以让南海这边现在看起来会不会更容易擦枪走火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宾一起来做解答。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在2026年才刚开春，南海现在又在陷入了紧张气氛当中。解放军的南部战区今天要来关心到，在这几天突然组织了战备警巡，派出的就是轰6K跟他的战机编队，而且是挂弹的，飞越了美国跟菲律宾它的军事的演习区的上空。大家来看到说，那美菲在这个时候做军演出现了哪一些比较大的阵容呢？我们先来看，美方是出动它的伯克级飞弹驱逐舰，菲律宾则是派出它的飞弹护卫舰等等这些武器来做上阵。我们来看到专家怎么来评估这一场演习跟中国大陆的动作。专家是这样说的，他说菲律宾现在在这边呢划设军事演习区，是将中国大陆的黄岩岛直接纳入在管控的范围内，而南部战区这一回派出他的轰6K空域，则是宣告说，中方对于这个黄岩岛的领海跟领空呢，是拥有实际的管辖权的。因此，你菲律宾今天在这边飞来飞去都是非法而且无效的。那么，解放军近期在这边的动作也非常的多，包括在1月底的时候才刚出动了海空的兵力，特别是在这个地方驱离了一架闯入黄岩岛的菲律宾公务机，这一次等于他又是在今年度的2度再次出击哦。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是不是双方离第一步先开枪只剩下一步之遥？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军力上面的对比，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轰6K跟他的战机编队，今天如果是真的对上了美菲军演的舰队，谁可能会比较占上风？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所有看这些演习你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它是不是一个例行的演习，还是一个突然的演习。好比说，我们这次正义利剑2025，那是一个突然的演习，那不是例行的演习。你就知道，例行的演习通常它事情没有这么的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即使是例行的，它的规模大不大？那我查了一下这次演习的资料，美国参与的就是一艘滴滴的驱逐舰，就是神盾驱逐舰，就是一艘船去而已。那菲律宾那里其实也没有很大，所以他们在那里操演呢，坦白说是一个例行的，不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那比较奇怪的是，中国派了一个轰6K去，这个是有一点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要是早期的话，我们面对这种，所以说我很抗议、反制你在这个区域做你们的军事演习通常我们会派一些军舰过去，那派飞机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为什么？好比说，我当军舰舰长，我今天在这里海上，我跟人家对峙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旁边站了一大堆人？除了我之外，我做决定，多少人在我旁边啊？那副老长、那个副舰长，什么什么都会劝你。好比说，
干哥是这个舰长，台冲动我们转完了，忍耐不可以。所以很多人会劝你，那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决定，但是所有的飞机，我告诉你，就是那一个飞行员，那个飞行员可能是很年轻气盛的，所以在军事的考量，我们尽量不要派战斗机的年轻的飞行员，因为他可能听一句话就火大干嘛了。就像上次黄伟还是谁这样撞了一下子，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事件。所以通常我们处理军事的灰色冲突，我们不会派飞机去，我们是派军舰去。那这次你看得到，他派了一个这个还是轰6的战斗机，这让我觉得有点例外。那他们感觉到说，你这次的表达的这个姿态是非常之强。对。那至于你说谁会胜哦？如果说他们在那里打起来，谁会胜哦？你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哦，战争不是说只靠那一个单兵在那打架。就是一旦打起来，你以为就是美国那艘驱逐舰吗？你以为就是菲律宾那艘驱逐舰吗？那中国就那架飞机吗？它不是，它是一个体系的，它会整个都在动员起来。那这是第一个啊。那如果你考虑到这个，你就会知道，中国的有东海、北海、东海、南海舰队，它的南海舰队超过我们南海海域的滨海国家8个国家的所有海军加起来的总和，所以你知道它的实力在中国大陆这里。那第二个，一旦打起来，你一定要想的就是，然后呢，没有一场战争是打完就结束的。你在那里打，你把它击落了，然后大家鼓掌，就通通回家，然后菲律宾去庆祝他们胜利吗？不会，那才刚开始而已。所以战争没有结束的，除非你到结束，你才能评论谁输谁负。所以在那个也不是好的。那至于说中方的这个目的啊，他就是在表达，你们在这里演习，我非常不高兴，就这样子而已。那他也在表达，这是我的区域，所以宣称你这个是你的主权，你要不停的有宣称的动作，派兵去，就好比说那个钓鱼台，你看钓鱼台，中国一年派355、356天的兵力在钓鱼台附近巡逻，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的，好不好？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动作，你光嘴巴上讲，在国际上就比较站不住脚。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这2个兵力，就是我们以现在这个兵力来讲哦，这2个兵力如果打起来，就是一艘轰6K，还有一个这个水面舰，如果他们真打起来，谁占优势？我们不要说别的人进来，飞机占优势。对，为什么？因为轰6K的那个攻船的飞弹哦，大概200、300公里以上，可是水面舰打飞机的那个飞弹只有20-30公里。你看我全都打这么远，你全都打这么短，当然是我胜。这个优势是站在飞机这一边。好，所以在军事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次罕见的直接出了它的轰6K，还是载弹的，展现它的姿态，强势的姿态，也宣示主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针对这个南海的行为宣言，这个在谈判上面则是态度比较和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落差？我们等一下请尚志哥带我们看。那其实因为呢，我们也看到2026年刚好今年是菲律宾来担任东协的轮值主席国，这一次也确定了有关于中国跟东协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这一次的高官会议选在菲律宾的宿务举行，双方力拼2026年就要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为什么南海气氛在军事上这么的剑拔弩张，可是在谈判上看起来却是相当的和缓？像这个怎么看？好，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在2018年由中国大陆主要作为主推动者，开始跟各个南海相关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大陆跟印尼，分别跟马来西亚也都个别谈了双边的这方面的大家共同的默契跟问题，推动，一直到2025年已经3读，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条文，3读已经基本上定了。所以现在目标在今年2026年的隔年，今年希望能够完成。它就是按照一个长久的这个规范在推进，已经将近8年多了哈。那么再往下推，如果耽搁要10年了。为什么南海需要行为准则？除了我们待会会提到这个前面舰长提到军事方面，都知道南海有巨大的利益，有油，甚至未来是不是有稀土，有各式各样的这一些矿源哈，包括南海本身也是巨大的渔场。所以呢，其实南海行为准则本质并不是政治的对话，它的真正的本质最后是经济的利益。利益呢，当然都知道要被分配，然而现在不是分配的阶段，因为还没有开发。
但就是因为没开发，大家就会你想要八分，我想要9分，有太多这种利益的重叠的地方。这就是在10几年前、20年前当中，南海始终未曾安宁，更不要说领土疆界这个地方要能够有所清晰。所以现在并不是分配，而是帮大家把这个边界划分好。那么在未来，如果能够政治通过之后呢，这里头南海行为准则，它诉求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希望它的飞越跟航行都能够自由，作为共同的自由。除此之外呢，不是说就彻底解决南海问题。有时候我们像看到国际上你有个什么准则，觉得哎呀南海没问题，那可怜啦。它主要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未来有任何的冲突不要诉求武力，大家能够有对话的机制。有时候有一个健康的机制，那这个机制也不是立划给挖划给不可以，而是大家有一个边界准则，所以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此同时，明明就快要定调了，但是为什么菲律宾就有？所以我想，其实每次只要菲律宾主动发动了军事行动，首先你要退回去是小马可仕，而往往是小马可仕为了他自己国内当中的政经需求，现在跟杜特地家族真的是打得死去活来。所以每次有这些，一方面可以转移他现在自己腐败的这个焦点，二方面呢，这个情形之下还是有一些撩动。我个人觉得，在这一次不见得是美国啦，因为接下来要川习会4月就要靠近了，不至于在南海方面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动作。但不要忘了，就像高市早苗一样嘛，南边还有菲律宾，这两边的领导人跟首相始终还是要刷自己的存在感。所以在这一波的军事动荡跟南海行为准则这大框架应该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好，那我们也看到说，中国大陆这一次祭出了这个大动作。刚刚说嘛，这个轰6K 派出来，而且还载弹，但是时间点因为又刚好是非常的敏感，刚好是我们最近谈了很多张又侠落马之后，这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地缘政治上面的动荡。那等于说，在动荡之后，这一次中国大陆解放军做了一个比较高调的表态。有一个说法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这位科长。他特别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他认为说，中共中央军委在没有了张又侠之后，未来误判的风险可能会持续的上升，所以我们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会不会在接下来张又侠落马之后，南海擦枪走火的几率会上升？那为什么这次派出轰6K 是由中南海的高层来做决定的吗？还是有可能是前线的将领他们去揣摩上意，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干哥怎么看？我觉得唐安竹你不要杞人忧天呐、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跟那个张又侠落马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不好？因为老实讲一句。这次派轰6K，我觉得意义也非常重大。为什么？因为以前通常都是有海警啊，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派出什么？我们就派出054，顶多派到052D 中华神盾去负责巡弋，像楚碧礁、黄岩岛好等等，像这样永暑礁这样的海域。那这一次直接派轰6K去，来我们来看轰6K它到底有什么本事？它的作战半径大约在2500公里左右。我可以坦白跟各位讲。没有其他飞机做得到，只有它做得到。它有时候需要歼16的伴飞，可是我坦白说，歼16它没有办法飞得多久，它就回去了。所以一切要靠自己。好，这就是轰6，这就是轰6K，它底下带了什么？它底下带了6枚常见实行巡弋飞弹。这是干嘛？我告诉你，我今天带了10弹来。10弹的意思，这是常见实行巡弋飞弹。有效的距离大约是1200公里。那如果今天看到如果菲律宾的海警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用巡弋飞弹打你，巡弋飞弹要打马尼拉的，我会改成鹰击83飞弹，或是鹰击12飞弹。那些飞弹就是专门攻船的。然而，你菲律宾海军的船恐怕没有大到足以让我使用鹰击飞弹。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最新的刚刚下水服役，从南韩现代重工。2艘飞弹巡逻舰服役了，不简单，排水量3000吨，那会成为轰6唯一的目标。所以现在会派轰6去，对于对于黄岩岛这个地方来宣示主权，我觉得意义是很重大。因为像舰长讲，用飞机是最快的，为什么？用飞机很快就会达到你的政治跟你的宣传目的。飞机飞到你的头上，你就知道说，哎呦，那个会丢炸弹的，我很害怕。这就是要让你害怕。那后来我们也会想到说，哦，后面这家是什么？这家就是轰20，没有真正轰20的模型，我只能全且用 B2 的这个模型来替代。那将来会变成它，所以你会认为说，那菲律宾他今天要怎么样打这场仗，我也看不太懂。
为什么？因为说句实在话，其实在这个20大以后，习主席的地位是更加的稳定。那在这个底下的话，他必须要宣示他的主权，所以在跟菲律宾就争这个黄岩岛的控制权上面的话，中国是绝对不会让一步。还有大家知道，黄岩岛上面是不能驻军的，因为它只在涨潮时，它还够看得到沙洲而已。为了一块沙洲，解放军都不能够退缩，你就晓得中国的意志有多么坚强，习主席的那个意志有多么坚强了。接下来我们要赶快来关心的是，现在在南海跟东海的局势都在全面升温。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最新动态哦，澳洲的 P8A 的巡逻机在未经批准下进入了大陆的西沙的领空，遭到我们来看到中国的南部战区是这样说了，指控澳洲非法侵入了中国的西沙领空，所以遭到解放军的苏-35战机近距离的拦截并且驱离了。那澳洲怎么说呢？澳洲是反咬中国大陆的行为，指责中方的战机才是释出了这个放热的焰弹，称他的行为才是不安全而且不专业的。P8A 的小档案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它是美国制造的，也是美军主力的反潜巡逻机，作战半径超过2200公里。搭配雷达跟电子监测系统，是可以沿着大陆的沿岸收集到各种的通讯雷达讯号的。那么由于呢，它同时呢也是 AUKUS 的美英澳情报共享，所以呢，澳洲一出动，等于也把情报给了美国。类似的事件，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谈过。不久前，同样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这一架巡逻机在东海遭到大陆解放军的歼16战机逼近，并且驱离。当时大家还记得吗？最近的距离是不到60公尺的。大陆外交部当时也强硬的回应说，加拿大的军机打着联合国的这个旗号，实为做的是侦查渗透。节目一开始请教干哥怎么看了澳洲、加拿大接连侵入中国领空，这个行为是例行的侦查还是军事的探测？你怎么看？哎呀，这五眼联盟的这个惯用伎俩，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跟你讲，他们都是。你像澳洲的 P8，它一定是以什么？以新加坡为中继站，因为澳洲没有这么远程，超过8000公里的空中加油，我都啊，所以都是以新加坡为实际上的基地，就是他们会在那边落地，然后他们到西沙去南海啊，他一定要展示一下什么？我的存在，我澳洲的存在啊，我AUKUS成员的存在，我要展示给你们看。那加拿大也是一样的道理，可是这一次已经弄到歼15要发射了这个热焰弹，哇，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就玩的比较大一点了啊。你说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的战机上来，然后呢释放了热焰弹，你知道这中间有一个插曲吗？这是漏网新闻呐，你知道那就是说中国飞行员啊有这个跟他们有互相有通话。然后美国的飞行员是告诉，不是那个澳洲飞行员有特别告诉他们说，我们是飞行在那个国际领域、国际海域里面。结果那个中方就说，你们其实不是在国际的海域啊，你们不是在国际空域。那所以说，请你们赶快走啊。然后他说，不然的话就会重演上次一样的情况。上次一样是什么样的情况？上次是美国一架 KC-135啊空中加油机来。然后结果呢？中方竟然说 "FU" 啊 ，F 后面加4个英文字，大家都知道 "FU"。然后美国的那个飞行员就那个回了一句叫 "Shut up" 啊，就是说等于是两边都骂脏话就对了。但那个 F 太难听，我不能讲出来。而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代表说什么？中国现在对于西沙的主权，它是非常坚持的。不管你这一次是澳洲的 P8啊 ，P8老实讲是最新的型号，最新的反潜机，它一样可以用作电子侦察机。所以 P8是在加拿大、英国、澳洲这几个美国重要的盟邦都配备的。所以中国对这种飞机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你来就是收数据，你来就是测潜艇，你来就是要看西沙现在的这个整备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年月通通都要更新。在这种情况底下，中国不敏感吗？当然敏感啊！加拿大上次那只 CP-140那架巡逻机就是 P3改的，距离只到60公尺，只差一步就会被击落。
我跟你说一句实在话，有一天真的会被中国解放军击落，到时候击落算谁的，还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国家要适可而止，不要再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好，谢谢干哥。那尚志哥怎么看？我想这次频繁的，特别在南海地带啦，当然就是希望，我讲美国、印太跟澳洲的这个飞机，它就是要把南海转成公海，它就要一直觉得公海飞来飞去。但是现在中国大陆越来越严肃来处理哈。你说我们在看到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很生气吗？就我掌握的部分没有，他们因为那边一飞起来，北斗卫星就抓到了。你要知道，所有的飞机并不是都会载着热焰弹，所以这个飞上来是有备而来的。而且大家特别注意哦，前阵子不是同样有跨越军机，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军机是什么？中国大陆军事都是要翻滚，不是背靠它非常非常的靠近吗？这次我们丢热焰弹，我告诉你，他们现在的做法是，中国大陆当然不会把你打下来，可中国大陆现在做的这些极其危险的动作，就是你们这些兔崽子有种飞过来，最好技术好一点。我跟你这么贴近，你就不要让。然后，如果丢热焰弹，你要能躲得过。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并不是没有想法哦，它就逐渐加码这些你侵入领空当中，我来驱离你当中的这种危险性。当然，其实在中国冲突会不会升高，在中国大陆很多人都说，哎呀，赶快，比如说未来军舰来的，你发射飞弹打在他的旁边吓吓他，或者是刚刚讲把他击落。当然这是民间的看法，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冷静，不断的加码，未来你侵入领空当中，你最好你的航空技术是好的，否则你危险自负。好，所以我们持续看到刚刚讲了嘛，我们今天要关心的是在东海跟南海的争议。另外一方面，南海我们持续看到则是菲律宾有所动作了，而且是2个动作。第一个，它是自己做的，2架菲律宾的侦察机试图接近黄岩岛跟这个仙宾礁的上空。那么解放军是立刻派出了他的速35战斗机跟直9的舰载直升机，高低一起来搭配做这个夹击驱离来自于菲方的机群，这是来自于第一个菲方的动作。第2个菲方的动作则是跟美国一起合作了，这一回美军则是同样出动了他的 P8A， 从日本起飞，穿越了菲律宾进入南海，跟美菲之间是一唱一和哦，来测试解放军的反应速度跟它的底线，是否是真的是这样子呢？菲律宾的战术是在测解放军的底线吗？会不会擦枪走火？大师怎么看？目前大概还不会，因为美军的这个 P8A 啊，它并没有进入中国大陆的领空。本来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南海主权的伸张哈，它这个水域它没有把南海完全视为是领海。哎，如果说就9段线以内的这个都属于中国的领海的话，那变成这个水域就是上面都是中国的领空，你飞到南海就是进入了入侵中国的领空啊。那这个中国大陆可以采取所有攻击性作为，那中国大陆目前没有，看起来中国大陆在法律实践上，只有在中国目前所有效某效控制的岛屿上面它划设领海基线，然后这个上面才有领空。所以现在划设领海基线的话，比较清楚的就是黄岩岛。对，黄岩岛领海基线非常清楚，那所以它领空它的那个东经多少西北也可以算得出来的。那这一次美国的飞机没有进入中国大陆领空，它也没有任何报道说它有逼近中国大陆的所属的南海的这个岛屿或者岛礁。那所以它基本上它可以说它是在这个国际这个所谓空域里面行驶，那只会形成压力，不会有造成任何的侵犯中国权益领土权益的主权的这个问题。可是菲律宾这2艘这个巡逻艇中国大陆的用语非常清楚，你已经侵入我的领空了。那这个领空的话，基本上的话，要一般国家来讲，可以直接击落。可是问题，它这2个飞机是巡逻机，它不造成这个对你的这个任何的这些军事上的威胁，所以中国大陆就用这种这个米格这个苏35从上下俯冲把它驱赶吓它一下，而且那个黄岩岛上面领空也不大，它飞就飞出去了，它一直在里面也绕不了几圈，所以杀鸡已经没有用牛刀不过就吓一下，所以呢，我觉得菲律宾好像也没有像样的战斗机，它只有轻型的空击机，所以要菲律宾去冲的话，那还要等好多年。那美军到目前为止都不敢去侵入中国的领空，因为美国事实上的话，它如果有冲突的话，
这个就是说知识体大。那过去也有擦撞的这个问题，造成两国外交上极大的一个困扰。所以美军到目前为止都叫菲律宾派个小飞机、巡逻机啊，去什么骚扰一下。对。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只要测试中国大陆这个反应能力，那目前看起来中国大陆对于南海任何一块是个岛礁，还有水域跟空域，它的这个防守的这个严密度是非常严的。你要接近它，马上这个各种的战机战舰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这个东西，还是论实力啦。菲律宾到目前为止不是不具备威胁能力，而是不具备被中国大陆修理的能力。好，在这个目前的情况之下，在南海这个美日菲对抗大陆的部分的这个格局已经成型了。那刚刚讲的是美菲嘛，我们现在也来看到日本也有最新一步的动作了。我们来看到日菲的合作，最新是他们签署了这个互惠准入的协定，允许呢接下来双方的军队可以做互访跟联训等等，这个被解读就是准军事同盟了。那接下来日本就可以让他们自卫队进入到菲律宾的领空，还有包括它的领海等于是把美日的防线向南推进上千公里，也压到了大陆南部海域的一个门口。日本政府甚至直接是公开表示说，他也考虑了接下来呢是否就直接向菲律宾出口他的退役的这个是他的护卫舰，这个是R5危级的护卫舰。菲方说了，有可能接下来我们也会想要买3艘来自于他的护卫舰。那根据了解，这艘舰虽然比较旧，但是它是可以装反舰飞弹跟直升机的，能够跟美军一起第7舰队协同作战。何老师怎么看？当然对美国来讲的话，像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存在有2个最重要的国家。那这个从19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那我们当然都知道日本很强日本的海军虽然它叫自卫队，它叫海上自卫队可它在全世界的海军里面它是非常强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战力，但是相对的这个菲律宾真的很弱刚刚介大使讲的对中国来讲的话，你这菲律宾根本就不是这个他要去这个修理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他弱到连中国大陆都不想修理他。那但是就是说对美国而言的话，他在整个西太平洋基本上他是要这些小老弟去作为他的一个代理人。那日本当然他足够，他也有那个能力，也有那个意愿去做这样的一个代理人。可是这个菲律宾来讲的话，这个他没有力量那就是说他即便是想要在这个整个你美国在西太平洋去这个对付中国大陆，对不对？去因应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崛起。菲律宾想要做点事，但是菲律宾心有余而力不足。那现在对美国而言的话，最快的一个方式就是去强化这个日本跟这个菲律宾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关系。那日本事实上它有和平宪法的一个限制了，所以说日本除了这个美日同盟之外，它也很难再跟其他国家去签订同盟。可是它有巧门它就签了一个这个像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相互准入的这样的一个协定对，事实上菲律宾宪法也禁止，就是说这个在提供这个境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基地给其他的国家常设。不过这个宪法是死的，可是人的这个嘴巴是活的就可以这个在宪法的这个规定之下去找到方法。那菲律宾自然他就用了一个，就是说我没有让你在这边常住那可是就是说我开放，我们在这个相互准入这边，我开放我9个基地，目前开放9个基地就是说你日本基本上可以这个来去自如，你人可以进来，你武器可以进来当然你中间你可能这个部队你会换防，你自卫队会来去，可是这实质上等于是形成了一种就是说这种变相的这个日本在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驻军一样的一个性质而且就是说菲律宾如果短期的想要去强化它的海上的战力的话，就过去日本实际上从安倍的时候就给他这个就是那个用这个他们的海保厅旧的这个海巡舰。然后给菲律宾，后来菲律宾也买了新的了可是，在海军的这个部分的话，菲律宾显然这个叫汰旧换新的速度没那么快。那如果他要买新的战舰的话，像如果给美国买美国不知道等到牛年马月才有办法再卖给他，因为美国的军工产业现在面临的，他连这个战斧飞弹对不对都不要给乌克兰了，因为什么？美国自己都缺货，还有这个像 PAC-3这个东西。那所以就是说，最快的方式就是叫日本这个提供他汰旧这个汰换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海军的一个舰艇给菲律宾，而且从日本的法律来讲，它也亮了绿灯，因为它现在可以做防卫装备移转
那菲律宾基本上是在它移转的一个清单，因为他们签订有协定，所以这个对日本而言的话，就它可以轻易做到，而且这等于是对他来讲是相当于废五金嘛，你要就卖给你，他还可以这个收点钱回来。所以，但这个对于整个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整个南海的一个战力是不是有所提升哈？这个显然。这个他卖给他的并不是一个这个现役的，而且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装备，对于中国来讲，这种装备可能也不足为患。好，接下来我们特别看南海情势哦，在中国大陆建国76周年这一天，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黄岩岛的海域上演了一个震撼的场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大陆的方面成立了黄岩岛自然保护区以来，他们首次的在海警的海上面举行了这一场升旗的仪式哦，并且呢，他们升起了5星级，然后敬礼高喊说：“我们坚守这一片蓝色海域。”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的最新画面。海警大号舰在黄岩岛复兴中国70周岁生日快乐，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好，我们刚刚听到了他们的宣言，就是向全球来宣告说，黄岩岛中国说了算，那南海是中国的南海。这一次升级被视为是很有重要的代表性的原因，是因为这是黄岩岛自然保护区他们成立以来大陆首次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大、比较有象征性意义的一个动作。那包括了现在呢，有很多艘的海警舰都已经进驻在当地了，展开一个常态化的巡航跟它的管控等等。接下来大陆会在南海这边展现一个更为强硬的姿态吗？赖老师怎么看？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是菲律宾跟美国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啊。中国大陆在很早以前啊，应该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就建立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不主动改变现状，可是如果你一旦要主动改变现状的话，我就会让现状再也回不去，就定出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度。那也就是说，用这种方法来阻止有一些有野心的，或是有一些脑袋昏头的，他想改变现状啊的以后的发生的状况。那我为什么会讲说日本是第一例？当时日本的石原慎太郎要把钓鱼岛国有化，所以那时候日本就在推了。那中国大陆就警告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最好不要这样做。”那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他认为他可以这样做，他把钓鱼岛国有化了。从此以后，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就进来了，到现在那钓鱼岛就收回来了。所以大陆的军舰穿梭这个钓鱼岛的海域，然后海警船常态性的在这个地方执法，把日本的渔船赶走，要不就逮捕。第二重大的案例就发生在这个阿基诺三世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阿基诺三世。那个时候本来黄岩岛是大陆跟台湾或者是大陆的跟菲律宾的渔民都可以在那边捕鱼，大家有默契。可是阿基诺三世在美国的煽动下，奥巴马总统叫阿基诺三世去闹，他以为他可以这个把黄岩岛拿回来，对，结果呢，他就要去逮捕中国的渔船，那中国大陆就把菲律宾的渔船就控制住了。1个月以后，菲律宾撤走，大陆就把黄岩岛收回来了。从此以后，黄岩岛就不再是菲律宾的，菲律宾也再进不去了。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当菲律宾又跑到这个黄岩岛去闹的时候，你看现在中国大陆的做法就是把黄岩岛就是宣布成为国家自然的一个保护区。对，那当然海警在这个地方做宣示，那也就是从此以后，你任何外国人，包括外国记者、外国媒体，包括菲律宾所有人要进入黄岩岛，要向中国大陆要办理护照。你没有，然后你要进入自然生态保护区，还要经过当地的这个机构的批准。那也就是说，你要进入中国大陆的领土，还要再经过批准才能够进入这个区域，要经过2个程序。那你如果没有经过批准，那就是违反中国的法律，那就要驱逐或者逮捕。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宣示。这就是什么？菲律宾跟美国人那个脑袋不够用，永远记不得
你不要片面的改变现状，现状一改变就回不去了。所以从这一次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一次的象征性的升旗典礼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大陆等于正式的宣布，它在这边未来绝对会更为强硬哦。那同时呢，我们除了看到它出动了它的海警，我们刚刚说了嘛，在这边有常态性的巡逻之外，我们来看到的是2款比较重要的武器哦。等一下，请蔡委员来带我们看，这个它是2艘全球最大级别的超大型无人潜舰，已经秘密的进驻在南海地区了，而且呢，它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吊装的方式是采取隐秘性的，所以可以加强它的浮动船坞的一种方案。那体型上呢，它比美国的虎鲨还要大上了10多倍，具备侦察、布雷、突袭跟反潜等多种的功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现在大陆的这个秘密潜舰，请教委员怎么看2款神秘无人潜舰的攻击模式，接下来会如何来做发挥？对于南海的整体战力，解放军在这边会有多大的提升？中美2国的海上的武力，目前看起来，中国在航空母舰上面，在导弹、在战斗机方面，逐渐的有跟美国拉近距离的一个态势。但是中国在轰炸机跟潜水艇方面可能还跟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哈。那轰炸机要等到轰20这个出现了以后，才可能拉平。然后这个潜水艇方面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短板。中国大陆的战略核潜艇只有6艘，然后攻击核潜艇也在6艘，总共12艘。那其他的是一般潜水艇，我们不列为大战用的哈。那在美国呢不一样哈，美国的战略核潜艇现在就有14艘而且同样是战略核潜艇，美国的垂发系统是24个，中国的只有12个。美国的排水量18000吨，然后中国的只有11000吨，所以规模来讲，美国是大于中国大陆的核潜艇很多。那攻击核潜艇也一样，中国大陆的093只有多少？总共只有6艘。那美国的这个维吉尼亚级又多很多哈，所以2方面在这个潜水艇方面，美国是具相当大的优势。那中国未来可能096出现了，看看慢慢去弥补哈。但你目前来看，美国一直很自信，就是说，如果要在西太平洋发生海战，我这个水面船舰打不赢你，可是我的潜水艇会让你解放军遭到很重大的打击。这是美国人之所以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啊。那中国大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下子要盖那么多潜水艇在技术、资金，潜水艇的要盖好的潜水艇的价格基本上跟一个航空母舰差距是不太大的。所以一下子也不是那么现实，所以他们就采取另外一个变通的办法，我用无人潜水艇，那它叫做无人水下潜航器，它其实就可以有什么侦察，因为潜水艇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美国潜水艇躲在哪个地方你不知道，对，然后它的3叉戟导弹什么地方都打得到你，这个是一个很麻烦。那所以在西太平洋的一个领域里面中国大陆就想到一个比较便宜的方式，就是无人潜航器。那无人潜水艇它部署在南海，比如两艘，大概很容易整天这么绕，看看你美国的潜水艇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我可以追踪，可以搜索，要不然都要靠其他方式，要找到美国潜水艇真的不太容易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那当然，中国大陆早期部署了很多方法去侦测，但是绝对不如这种潜航器直接去巡逻，就像我们这个飞机的领空的控制，也要不断的有飞机在巡逻一样的道理。所以海域巡逻，那好了，我潜水艇数量比你少，我这个多做10艘好不好？一样的，在西太平洋我也可以这样做，在台湾海峡东部我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个是因为中国大陆在控制水下潜航器的控制技术、通讯技术一定有了飞跃的成长，要不然你放下去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控制不住那现在能够控制，它可以用低成本、大生产量来弥补它这个潜水艇不足、数量、质量不足的地方。好，所以现在终于中国大陆想出了这种比较低成本，然后大量生产的一个反制方法，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2款无人潜水艇。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现在则是赶快调了它到南海去的这个2害2级的巡弋飞弹核潜舰，推进的地方在苏比克湾，还砸钱去升级菲律宾的牡蛎湾基地，但是他是说这是旧武器啦，
80年代的武器，真能够帮助他来侦查，不管是福建舰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武器吗？当将军怎么看？很明显的这个美国他认为在水面战力方面来讲的话，在尤其是东海第一岛链或者是南海这边，已经渐渐他赶不上中国大陆了，这是个事实。那他唯一一个现在在水面上面我打不过你，我现在想办法发挥我的优势，就是水下。那川普前2天这个讲话的时候，他还讲说，我们的优势就是潜舰啊，然后我们美国的潜舰是世界第一，然后第2是俄罗斯，再来才是中国，他们还要25年的时间才可以赶上我们，但是搞不好5年之后他就赶上了。他还记得昨天川普有讲这句话吗？所以很明显，美国现在来讲的话，他要吓阻中国，他水面战力已经没有办法，他现在想办法要用水下的战力，确实也是如此，没错哈。美军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潜艇的数量远远这个不管是量或值上面，在之前都优于中国大陆很多。那我们看一下这艘2亥2级的潜舰，潜舰大概我们一般区分为2种，一种叫战略级的潜舰，一种叫这个攻击型的潜舰。顾名思义，战略级的潜舰它携带的是洲际导弹比如说中国的094，或者未来有可能出来的096那攻击型潜舰来讲的话，大概就是顾名思义，它是以攻击任务为主了，包括中国的093、095，还有这艘2亥2级。2亥2级它原来是放的是洲际战略导弹，但是他认为说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洲际战略导弹的核潜舰，所以他把它改成攻击型。那大家要知道，这个水底下的作战最好的反潜武器就是潜舰因为水里面、海里面的这种都是水嘛，它这个传音啊、介质啊都一致，不像从空气传到水里面还有一段落差，还要折射。所以说，最好的这种反潜的武器就是潜舰。好，那现在来了，这个美军来讲，如果说要用这个潜舰来封锁大陆来讲的话，中国大陆也势必要发展水下的各种武器。所以我们看到这2艘这个超大型的这无人潜舰又出来。那这个名称我研究很久这个你知道这非常有意思。L 是什么 ？L 就是大号嘛所以大型的无人潜舰就叫做 LUUV 这个超大型应该是 XLUUV， 那2个 Double XL， 那就代表什么？超级宇宙无敌大。他在卖衣服是吧？对，其实我跟你讲，他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用这个编号就是Double XL 超级无敌大的这个潜舰。那这条潜舰大到什么程度呢？它跟一般的有人潜舰是一样的，它可以到42公尺这么长。但是它因为没有人的设施，所以它可以装更多的电池，装更多的这种武器预列在这里面。而且你看，它是有2个吊钩它用船吊到它要放的地方再放下去，那巡航的时间在水里面反潜的时间会更久。我们要晓得，这个我们看到无人机出现以后，改变整个战场的格局。那会不会这种无人潜舰出来以后，就改变了海底下潜舰作战的规则？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